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洛阳人奴案的凶手李浩终于被执行死刑，可他在行刑前却对警察哭诉：“我没错，他们活该。”然而，追溯李浩的所作所为，没有人不会为他的残忍手段感到害怕。几点了？那里不是有个钟吗？你不会看。洛阳景福苑小区，夜色低沉，路灯下盘旋着蚊子飞蛾，令路上的行人皱眉。周围静悄悄的，大部分人家都已经关了灯，只有少数人还逗留在外面。可在一处无人察觉的地下室里，阿晴化名却痛苦地缩成了一团。他伸出伤痕累累的右手，在昏暗的灯光下小心翼翼地摸到了那个钟。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，距离自己失踪应该有24小时了。阿晴这样想到。别在这里装模作样的，作为新进来的人，你是不是得意得很？刚刚回答他的那个声音赫然发自一个妙龄女子。阿晴睁着眼睛看了过去，那个女人有着一头及肩的长发，五官秀美，眼神却十分狠毒。她只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，微微遮住了大腿，此时脸上露出了嘲讽的笑容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阿晴已经痛得快要说不出话来。我是被他骗进来的，我要离开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放过我。此言一出，坐在另外一个角落的3个女人将诧异的目光看向了他。被骗进来的？你在说什么鬼话？角落里一个短发的女人说：“李浩怎么可能会骗你？一定是你故意勾引他，才主动过来的。明明我们4个人在这里好好的，为什么会多一个你？”短发的女人名叫小霞，化名。她的语气里充满了嫉妒，同时又对那个名叫李浩的男人有着深深的爱意。阿晴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，她用一种惊骇的目光看着地下室里的女人，忍不住问：“难道你们不是被他骗进来的吗？你们他？”阿晴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旁边的长发女人阿兰，化名，直接甩给了他一巴掌，直接将他打倒在地。或许是还不解气，阿兰又走过来，死死地掐着他的脖子，狠声道：“我们这里不需要你，李浩最爱的那个人永远都是我。”贱人！身体虚弱的阿晴根本说不出话来，她完全理解不了现在的情况。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在打破他的认知。就在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的时候，地下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，一个男人走了进来。阿晴的心脏顿时一缩，那个男人就是李浩，大概40来岁，身材瘦小，五官普通，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可他现在却用一种充满掌控欲的眼神扫过地下室的女人。阿兰立马就放开了手，阿晴虚弱地咳嗽着，不停地喘着气。李浩微微笑了一下，对这种情况见怪不怪。他说：“小姐们，没想到今天你们这么活泼。”然后他将目光落到了阿晴身上，饶有趣味地问：“怎么样？这是不是个好地方？”阿晴的瞳孔骤然紧缩，记忆一下子就回到了1天前。那时阿晴还在一家理发店里当洗头小妹，李浩经常来这家店里洗头，因为他出手很大方，所以店里很多人都愿意为他提供服务，还和他交换了联系方式。可在昨天早上，李浩突然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说是他这边有个工作，每个月月薪有5000，而且工作的内容很轻松，问他要不要过来看看。阿晴没有丝毫怀疑，直接找店长请了假。毕竟当洗头小妹并不是个长久的事儿，也不是什么技术活，她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上升的空间。出于对李浩的信任，阿晴毫不犹豫地就朝着他给的地址过去了。等到了那里一看，
这不过是一个废弃工厂的外围，周围很荒凉，什么都没有。李浩开了一辆白色轿车，人斜靠在车上，看到阿晴过来，便对他招了招手。李浩，你怎么约我在这里见面？阿晴毫无防备地走了过去，不等他反应过来，李浩一把手刀砍在他的脖子上，直接将他打晕了。为什么约在这里？当然是因为这周围没有监控啊！说完，李浩便把他抱进了车里，然后开车来到了景福苑小区的地下室。这里面已经关了4个女人，看到他带来了一个新人，脸色顿时一变，思绪回到现在。阿晴想到李浩昨天对自己的拳打脚踢，只觉得骨头都痛了起来。他畏惧地说：“求求你放过我，我可以把所有的钱都给你，我绝对不会去报警，我也不会把这里的事情告诉给任何人。”李浩没有说话，阿兰却过来又给了他一巴掌。叫主人！他厉声呵斥道。阿晴一惊，便看到李浩慢悠悠地坐到了地下室唯一的一张床上，然后用手指了指墙角。你知道那里面有什么吗？霎时间，另外4个女人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。随后，阿晴听到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，几乎要被吓得晕过去。在你来之前，曾经有一个不识好歹的女人想要反抗，当然，我认为她只是想朝我邀宠，但是很遗憾，我最宠爱的永远都是阿兰。李浩微微后仰，双手支撑在身后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所以，她现在被埋在了下面。阿晴，你也想落得和她一样的下场吗？”阿晴只感觉自己浑身发冷，就连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气。她看着那个角落，稀疏的泥土下竟然藏着这样的秘密，这也就意味着她永远都逃不出这个男人的手掌心。听好了，在这里，我就是规矩。李浩站了起来，似乎是在对他说，也似乎是在跟其他人说，我可以轻易地掌控你们的生死，但我不会这样做的，因为我喜欢你们啊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宝贝。闻言，几个女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温顺的表情，一个个眼含情意地看着他，似乎完全不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是在迫害他们。阿晴闭了闭眼，心中的绝望一阵阵涌了上来。这天以后，李浩几乎每天都会来地下室，而他将地下室的这几个女人都视为掌中物，于是每天都会开直播，让他们出卖自己的美色以换取金钱。聊天是100块钱1个小时，被迫和对面聊天的女人不允许穿衣服，并且李浩担心他们会说出地下室的事情，所以会一直在旁边盯着他们。有的时候，李浩在外面发展了客人，也会将地下室的女人带出去一小会儿，然后晚上再送回来。仅仅2个月，阿晴就已经忘记了当初进入这个地下室时想要反抗的心情。在一次又一次的殴打中，在一次一次的疗伤后，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，李浩是唯一能够带给他们希望的人。不知不觉间，阿晴只觉得自己爱上了这个男人。每次看到他和阿兰在一起，都会感觉到深深的嫉妒。直到这一天，地下室的门突然被踹开，一抹阳光落了下来，所有的女人都惊骇地看着这一幕。那是一名警察，他用一种复杂的眼光看着几人，然后赶紧让身后的女警过来，将他们带了出去。你是阿晴吧？出去以后就蜷缩在警车里的阿晴害怕地看着这些陌生人。一名短发的女警走了过来，温声问道。阿晴不敢说话，又或者是她早已经忘记了怎么说话。除了李浩面前，阿晴就感觉自己像是一具尸体，对外界没有任何反应。2个月前，你妈妈报了警，说是你不见了，然后我们查了一下监控，要根据你最后失踪的地点，
摸查了2个月，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你。”女警观察着他的表情，试探地问：“你现在神志还清醒吗？你妈妈在等你，想要和她见一面吗？”阿晴没有说话，目光呆滞地盯着角落。女警摇了摇头，转身出去和调查此案的大队长说：“受害人精神极其紧绷，长期的光压导致他对外界的反应降低。”大队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真没有想到，在洛阳能够发现这么恶劣的案件。2个月前，阿晴请了假之后失踪，3天后，她的母亲报了警。警方本来把这个当成一起普通的失踪案看待，可查了这么久，却摸出了李浩这条大鱼。李浩于2008年的时候，在小区买下了房产，随后偷偷地挖建了地下室。当年年底，李浩将第1个受害人骗了进去，之后陆陆续续的又骗了5个人，总共有6个女人被关在里面，其中1个女人被残忍杀害，埋在了地下室里。他强迫地下室的女人，将她们当成自己的人奴，甚至还用她们的身体去做交易，以此来为自己赚取钱财。一直到2011年，阿晴的失踪引起了警察的注意，他们顺着线索查下来，赫然发现了李浩残酷手段。随后，警方对受害者进行讯问，并将李浩抓了起来。可在进行审讯之时，所有的受害者都不约而同地说：“李浩并没有害我们，也没有把我们关起来，一切都是我们自愿的。是我们自愿待在地下室里面，作为李浩最大的拥趸。”阿兰更是说：“其他的女人都和李浩没有关系，只有我才是他的情人。我们之所以待在地下室，是因为我们喜欢待在地下室。你们不要抓他，他是无辜的。”审讯的警察表情严肃，对这种情况并不感觉惊讶，因为长达2年的关押早已经改变了这些人的心智。即使是见到了母亲，阿晴也依旧坚持地说：“妈，我在和李浩谈恋爱，你能不能不要告他？没有了他，我会活不下去的。如果我背叛了他，他就会不要我，肯定会和阿兰在一起。”面对此情此景，阿晴的母亲痛苦地流下了眼泪，恨不得直接杀了李浩。与此同时，同样被警察审讯的李浩也认为自己没有罪，他将一切的责任都推到了那些女人的身上，并说是他们勾引自己，所以他才会做出把人关在地下室的举动。然而，无论李浩怎样狡辩，他最后都被押上了法庭。在法官公正的审判中，他没有任何余地的被判处了死刑。可在行刑之前，他依旧大声地对周围的警察说：“我没有做错，我一点错都没有，都怪他们，这全都是怪他们自己，他们是活该的。”最后，李浩死在了自己的疯狂中，但他的所作所为却令所有人都感到害怕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